公元907年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，建立后梁。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，建立后唐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，向契丹借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，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连年战乱，天地荒芜，礼崩乐坏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关中大旱，饿殍遍野，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，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：“6军门外已将湿，100万人家无一户。”当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命，安定县所进诸户，每户数均资1担，粮食不够，用肉来凑。不要！副帅，晋元4州有38000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食，此君为野兽。没用的货，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？你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大郎，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便割了自己的肉，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慈悲，欲效仿你，割肉以示同袍。好啊，有事。不想在。放了他。太尉息怒啊！大衙内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！我不止这一个儿子。经元军上二郎，皆是我的骨肉。谁饿死我的骨肉，我便磨碎他的骨头，做军粮。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着。
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亲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、节度长书记张氏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吗？认识。阿爹，再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，我给他兑2份马蹄金试试。大郎，这是一阵节帅的辕门，不可孟浪胡闹。两位哥哥，请啊！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哥哥。小弟听说，面节如面君，天子经节当面，3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！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的，而太尉和令公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金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长这个东西。你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阿爹，阿爹，有追兵，听题上至少1个队。大长大，走。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，回京复命，
速开城门！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崇魔寨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赵弘殷，末将在，你办得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。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，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为亲军司听令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是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3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